Hello，大家好。之前的视频我们讲了这个三重超级趋势交易策略，原作者手动回测9个月的时间，收益40%。这里是我们把策略量化之后没做参数优化，回测12年的收益曲线。如果做一些简单的优化，这个曲线一定会更好。策略具体的做单逻辑，我在前面视频已经详细的讲过了，包括详细的回测结果。总体来说，看这个策略的绩效还是可以值得我们研究一下的。那么今天我就把我实现这个策略的全过程演示一遍，我会逐行代码的讲解这个策略的具体实现。感兴趣的同学，你也可以跟着视频一起把这个策略写一下，毕竟你视频看的再多，不如自己动手试一遍。好，那我先把这个策略的具体规则放在屏幕上，忘记的同学可以把视频暂停，回忆一下。另外，这个过程比较长，我可能会分3个视频进行发布，没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面的视频了。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我们点击菜单栏的 IDE 图标，或者是按键盘的 F4 就可以了。我这里已经创建了一个空的 MQ15 文件，你们直接点这里的新，直接下一步创建就可以了。首先还是我先写一下这个版权信息，这些内容跟我们这个 EA 的具体运行没有太过直接的关系，你们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掉，或者不写它都可以的。然后是我们的一些基本参数，比如这里的 magic number， 我们的魔术号，然后我们的止损方式。因为这里是演示的缘故，所以我就保留一个就可以了。其实正常来说，我们是有4个的。第一个是固定金额，然后第2个账户百分比，第3个固定手数，第4个通常来说是我们上线可能会使用的就是子账户的百分比。我们今天只演示这一种就可以了。然后这里的止损依据的话，它是根据上方的止损方式的不同，它所表达的含义，它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再接下来是我们的做单的时间周期，这个策略默认的参数是在1小时级别，然后止盈的话默认是 1.5， 如果不传入，也就是写0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没有止盈，那就至少需要选择一种出场方式，待会我们会讲的。然后这里的这个 reverse signal 就代表的是反转做单信号，之前用来做多的信号，现在用来做空，之前用来做空的信号，现在用来做多。然后是我们的均线参数，主要目的就是过滤趋势的。第一个就是均线的时间周期，第2个是我们的具体要用哪一根，是200啊，还是150，还是180？这里的时间级别大家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下回测的啊。你可以顺着大方向的趋势去做单。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超级趋势的一些参数设定，首先就是它的时间级别，然后这里就是第1层的 Super Trend， 第2层还有第3层。我们这里所有的默认参数都是原策略原博主分享的参数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 Stochastic RSI， 我们的随机相对强弱的一些相关参数设定，它的时间周期啊，它的 K 值、D 值，还有 RSI 的值，还有 Stochastic 的值。最后2项就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认为的这个超买区域和超卖区域的边界的设定。这里就是我们3种出场方式了。第一种就是反向的信号，第2种是Stochastic RSI 的 KD 交叉进行出场，第3种说白了就是如果针对于多单的话，价格跌破了均线就平仓；针对于空单的话，价格涨破了均线就平仓。这一块呢是我们的全局变量的部分，因为我们这里虽然是3个指标的话，其实按指标聚饼来说的话，它是5个指标聚饼，因为光 Super Trend 都有3个。然后下面这一块就是随之对应的指标聚饼存储数据的一个数组，也就是我们的常说的这个 buffer。像均线和我们的 Super Trend 的话，它都是跟聚饼是1对1的，也就是我们只获取一个。但是我们的随机相对强弱指标，因为我们这里
首先是出场方式用到了 KD 交叉，包括进场方式也用到了这个 KD 的死亡交叉和黄金交叉，所以它需要获取两个数值，一个是 K 线的值，还有就是 D 线的值，就有这么两个宿主。然后是我们的 Bus Total。Uninnate 方法的话，就是在我们 EA 加载的初始的时候会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剧饼的实例化呀，图表的一些修改信息等，都是在这个初始化方法里面做的。我这里是针对于止盈还有我们的出场方式做了一个一起做了一个判断。你们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其实针对于这里的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做相应的判断，比如说飞零啊、飞空的一些判断。但是我个人的话比较懒，我就只判断一些重要的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来说 EA 都是我个人使用的，如果其他人使用的话，我觉得如果用的多的话，其实这些逻辑上的错误大家应该是不会犯的，比如说这种指标给它设置为零啊，超买超卖设置的不合理啊，这些我默认大家都是对于策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去使用的。如果你对于这些参数都不够了解，还需要别人引导着你填写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暂时先不要用这个 EA，等你自己最起码你要把这些所有的参数它的功能它所代表的含义你了解了，你再去使用才可以。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均线的聚饼的实例化操作。因为这个 MQ15 对于均线它是自带的嘛，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自带的 IMA 来获取就可以了。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要交易的交易品种，第二个是均线的时间级别，第三个是用哪一条均线。这里的零代表的就是均线的偏移程度，我们使用零就可以了。然后你要使用哪一种均线，是 SMA 啊还是 EMA， 就在这里写清楚。最后就是均线作用的这个价格。如果我们的聚饼等于这个 United Handler 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聚饼的话实例化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给用户弹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提示信息，最后返回一个 Innate Parameters Incorrect， 就是初始化失败的一个值。如果实例化成功的话，我们会针对于均线对应的这个 buffer 宿主进行一个时序的转换，这样有利于我们后续做相应的逻辑判断。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Super Trend 和 Stochastic 的实例化也都写一下。好，这就是我们Super Trend 指标和随机相对强弱指标的聚饼实例化。因为这两个指标都是 MQ15 没有的，所以需要使用自定义的函数来进行获取，使用这个 iCustom 来获取这些自定义的指标。然后这里传的参数啊，包括它的顺序啊，都是根据你这个指标里面源代码的顺序来进行编写的。如果你们没有这两个指标的话，这个 SuperTrend 和 Stochastic RSI 的话，那么就还是去我的网盘下载。这段代码的话，就是调用了我们的这个 Chart Indicator ADD 函数啊，它的作用就是将我们这里的指标添加到图表中。它里面这三个参数分别，第一个是你要把这个指标放在哪一个图表上，第二个是你要放在哪一个窗口上，第三个就是我们指标的具体的聚饼。最后的话就是给我们的 Uninnate 方法返回一个初始化成功的一个结果。好，视频已经很长了，我们就这节的话就先这样。下一章节我们会来主要讲指标的数据获取、多空持仓的统计，还有获取三重超级趋势中的第二重所在的值，很多内容啊。那我们下个视频再继续，拜拜。